迪拜航展冰火兩重天，無人機訂單拿到手軟 ，C919 卻吞下鴨蛋。剛落幕的迪拜航展，把中國製造的反差感拉滿了。一邊是無人機現場送外賣驚豔全場，阿聯酋、韓國客戶擠爆展台搶訂單；另一邊是 C919 實機表演帥翻全場，登機隊伍排到展區外，卻最終沒能簽下一單。這波喜憂參半的背後，藏着的是中國航空產業出海的底氣與硬仗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際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在雲集115個國家、1500家展商的迪拜航展上，想靠噱頭吸引眼球根本行不通。但深圳聯合飛機集團的展台前，卻從開展到閉展始終人頭攒動，連阿聯酋航空的高管都帶着團隊反覆駐足。他們的殺手鐧是一場教科書級的現場演示。當全球頂尖戰機、民航客機還在進行專業飛行表演時，聯合飛機的雷影 Q20 4旋翼無人機悄然升空，帶着一份熱乎的外賣，穩穩落在展台旁指定的餐桌前。圍觀人群瞬間爆發出掌聲，手機鏡頭齊刷刷對準這架中國無人機。這不是花架子炫技，而是實打實的落地秀。航展前，聯合飛機已經和阿聯酋本地配送平台、科技公司達成合作，讓無人機送餐服務正式扎根中東大地，能在50°C的高溫下穩定作業，這是我們最看重的。一位沙特客商的話點出了關鍵：中東夏季極端高溫、多沙塵的氣候，曾讓不少國際無人機品牌折戟沉沙。而雷影 Q20 不僅能扛住高溫炙烤，還能切換身份，既能當外賣小哥，又能做電力巡查員、應急物資運輸員，甚至能承擔農業植保任務，堪稱全天候幹活的多面手。這種一專多能加環境適配的硬實力，讓現場演示剛結束，阿聯酋、韓國等國的批量訂單就紛至沓來。據介紹，在航展現場，聯合飛機直接斬獲1600架無人機訂單，是中國企業在本屆航展收穫的最大一筆訂單。如果說雷影 Q20 是靈活的輕騎兵，廣東容旗智能帶來的空中大力士，則刷新了全球對中國無人機載重能力的認知。他們展出的乾坤 QK63 重載無人機，以300公斤的極限載荷打破同類產品記錄。要知道，這個重量相當於能一次性調運4個成年人。在強風模擬演示中，它穩穩吊着救援物資懸停，性能甚至超過部分小型有人直升機。容旗智能的洽談區始終座無虛席，阿聯酋、沙特、歐洲的客商一波接一波。我們的油田需要定期巡檢，人力成本太高，還容易出危險。一位中東油氣企業代表直言，他們最需要的就是可靠、能解決實際問題的設備，而容旗的3款主力機型剛好精準匹配需求。乾坤 QK63 負責重型物資運輸和應急救援 ，Max 320專攻短途重載，昆侖 KL16 複合翼無人機則憑借長航時優勢，完美適配邊境巡邏、油氣管道巡檢等任務。據透露，他們的訂單已經排到了明年，不少客戶都是2次複購加推薦同行。中國無人機在中東的火爆不是偶然，數據顯示，彩虹、翼龍等系列無人機已佔據全球軍用無人機市場的35%的份額。彩虹4無人機單價僅為美國 MQ9 死神的1/3，卻在多次地區衝突中證明了可靠性。而在民用領域，中國企業早已跳出只賣硬件的模式，聯合飛機為中東客戶配套了本地化維修團隊和人員培訓，容旗智能則根據油氣行業需求定制巡檢系統。這種產品加服務加解決方案的打包模式，讓中國無人機從性價比之選升級為信賴之選。天時地利人和的疊加，更讓中國無人機如虎添翼。中東各國正全力推進低空經濟戰略，迪拜打造未來空中出行中心，沙特規劃 NEOM 未來城，都需要大量無人機支撐。本地酷熱氣候和高人力成本讓無人機成為剛需，而中國完整的產業鏈則能實現快速響應加成本控制。這些優勢組合起來，讓中國無人機在中東市場站穩了腳跟。就在無人機展台捷報頻傳時 ，C919 的遭遇卻讓不少網友直呼扎心。開幕當天，商飛帶來的2架 C919驚豔全場，一架是南航正在運營的商業航班，剛完成上海到迪拜的8小時跨洋飛行，穿溫帶過熱帶，全程穩如泰山。
另一架標準版機型上演10分鐘飛行表演，2次低空通場，利落的起落機動，直接打破中國大飛機不成熟的謠言。靜態展示區更熱鬧 ，C919 和 C909 並排亮相，全天開放登機體驗，164座3艙布局融入東方審美，座椅間距比歐美同類型號更寬敞，機載娛樂系統操作流暢。不少中東航司高層親自上機細看，甚至拉着技術人員詢問細節。可直到航展落幕，300多架民用客機訂單被波音、空客瓜分，阿聯酋航空一單就砸380億美元買波音 C919，卻沒能簽下一份訂單。大家先別急着質疑 C919 的技術，零成交的核心原因藏在2張紙裡：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 FAA 和歐洲航空安全局 EASA 的適航認證。這2張證書堪稱民航界的全球通行證，沒有它們，飛機就無法進入歐美、中東、澳洲等主流市場。而 C919 目前只拿到了中國民航局的適航證，國際認證還在推進中。要知道，歐美給中國大飛機設置的門檻堪稱量身定制，歐洲列出26項特殊審查，美國更是飆到30項。而當年波音737 MAX 取證僅5項，空客 A320 也只有3項，明眼人都看得出來，這根本不是技術問題，而是歐美航空雙寡頭的護城河。全球民航市場被波音、空客壟斷幾十年，他們絕不會輕易給後來者讓路。中東航司的現實也情有可原。要知道，全球90%以上的飛機租賃公司都以 FAA 和 EASE 認證為標準，沒有認證的飛機不僅租不出去，連融資都困難。中東航司的航線遍布全球，飛機需要在國際市場調配、變現、採購標準裡，自然會寫死必須有 EASA 認證。一位航空業分析師直言，不是他們不想買 C919，是暫時不能買，畢竟商業運營不能冒政策風險。但換個角度看，這次迪拜之行對 C919 來說根本不是失敗，而是一場成功的全球路演。商飛早就明確了目標，不是非要當場拿訂單，而是讓全世界看到中國大飛機已經是成熟的商業機型，不是實驗室裡的模型。從實際效果來看，這個目標完全達成了。不少航司高層留下了詳細聯繫方式，表達了認證通過後立即洽談的意願。更有租賃公司主動對接，探討未來合作可能。這些潛在訂單比1小時的成交更有價值。更關鍵的是 ，C919 的底氣從來不是靠海外訂單餵大的。目前 ，C919 在國內已經拿到超過1200架訂單。南航、東航等航司的商業運營數據越來越亮眼，上座率和準點率都不輸波音、空客機型。這種國內市場打底加逐步拓展海外的路徑，和當年波音、空客的成長軌跡如出一轍。小編想說，迪拜航展上的冰火兩重天，其實是中國航空產業出海的縮影。無人機代表着單點突破的成功，靠着性價比、場景適配和靈活服務，在細分市場快速搶佔份額。C919 則象徵着體系突破的硬仗，要打破歐美數十年的規則壟斷，需要時間和耐心。這2條賽道缺一不可。從賣產品到賣解決方案，從適配需求到創造需求，中國企業在無人機領域積累的本地化服務能力、產業鏈整合能力，未來都能為大飛機出海賦能。而 C919 的推進，也在反向帶動整個航空產業升級。大飛機涉及的百萬級零部件、先進材料、航電系統都會輻射到無人機、直升機等領域，形成以大帶小的協同效應。更重要的是，這2件國之重器都在傳遞同一個信號：中國航空產業已經從跟跑轉向並跑，甚至在部分領域開始領跑。無人機在全球市場的份額、C919 的自主研發程度，都打破了中國只能造中低端產品的偏見。有人會問 ，C919 的國際認證還要等多久？小編覺得具體時間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們走在正確的路上。當年高鐵出海也遭遇過技術壁壘，但靠着國內市場的打磨、技術的迭代，最終贏得了全球認可。C919 現在做的就是同樣的事，用國內運營積累數據，用技術突破打破壟斷，用耐心等待規則變化。迪拜航展落幕了，但中國航空的全球化之路才剛剛開始。畢竟，中國製造的翅膀從來都是靠自主創新硬撐起來的，不是靠別人的施捨。為無人機驕傲，也為 C919 加油，這才是我們該有的態度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